大家好，我是魏志超。今天我们要深度解读的书是一本分析美国和欧洲关系的名作《天堂与权力》，副标题是世界新秩序中的美国与欧洲。作者呢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被著名的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顶级100位思想家的罗伯特·卡根。虽然这本书是出版于2004年是整整21年前，但是它几乎精准地预言了今天的美欧关系。所以在今天读这本老书反而更加显得振聋发聩。这本书是属于好酒越陈越香的那种。这是我们理解美国欧洲世纪大决裂这个主题的第二个视角了。我们不久之前介绍的道格拉斯·莫里的那本《欧洲的奇怪死亡》，给我们展现的是一个在文化上自我厌恶、灵魂正在枯萎的欧洲。在那本书的视角之下呢，今天的美国，尤其是保守派的美国，之所以与欧洲渐行渐远，是因为在文化认同上日益扩大的裂痕。而今天这本书呢，我们要换一个视角，我们要从地缘政治以及赤裸裸的实力对比出发，来解开美欧决裂的另一半真相。我想请大家先想象一个罗伯特·卡根在书里描绘的场景。有一座修剪得非常精致的欧式花园，在这个欧式花园里呢，早就已经没有了流血和暴力，人们信奉的是哲学家康德说的那种永久和平，也就是遇到任何的冲突，大家都会坐下来，大家喝着咖啡，靠谈判，靠国际法，靠签条约就能把问题给解决了。这就是今天的欧洲，一个已经进化到后现代的人间天堂。这里已经没有了武力，大家都很讲道理，这是一个以理服人的世界。可是呢，就在这座花园的高墙之外，却是一幅完全不一样的风景。墙外是一片黑暗的丛林，那里依然游荡着各种流氓国家、恐怖分子和各种致命的威胁。在那里，法律有的时候是一张废纸，唯一的通行证是拳头和武力。花园之外是一个不讲武德的世界。而现在呢，一个尴尬的真相来了。欧洲人之所以能够舒舒服服地住在这个花园里，岁月静好，不是因为人类文明真的进化了，不是因为丛林里的那些野兽突然从良了，突然吃素了，而是因为有一个全副武装的恶劲，也就是美国正蹲在这个花园的墙头，替他们挡住外面的野兽，干着所有的脏活累活。更加滑稽的是，住在花园里的这些欧洲人日子过久了，真的以为全世界都已经是花园了。他们反过来指责墙头的美国人，你怎么那么野蛮啊？你怎么总爱用枪来解决问题？这时候被喷了一脸口水的美国人看着这群坐享其成的盟友，心里积压了半个世纪的怨气终于爆发了。他们只有一句话，搞了半天你们欧洲倒成了玉皇大帝坐在天庭里享福，而我美国倒成了守天门的4大天王了。欧洲享天堂，美国守天门，那凭啥呀？也就是说，在美国人看来，欧洲是用美国人的钱和血换来了自己的岁月静好和道德优越感，这也过于冤大头了吧？那么这种欧美之间的冤大头式的分工到底是怎么样形成的呢？所谓的美国人的野蛮和欧洲人的文明，是他们天生的民族性格有什么差异吗？还是由更加现实的实力因素决定的呢？那下面呢，我们就跟随卡根的分析来拆解欧美决裂的地缘政治背景和背后的实力心理学。我们先来深入的分析一下欧洲的文明到底是由谁来买单的。如果你去问一个当代的欧洲知识分子或者是一个欧盟的官员，你们是怎么样进化到今天这么文明的样子的？你们遇到各种国际纷争都说大家要坐下来好好谈大家要遵守各种国际法则呀，你们是怎么样变得这么看重以理服人的？如果你这么去问他们的回答通常会带有一种强烈的道德优越感。他们会跟你讲一个关于欧洲的灵魂怎么样被救赎的故事。这个故事大概是这样的，他会说，你看，我们欧洲人以前确实很野蛮，我们也曾经迷信武力，我们搞殖民扩张，从工业革命开始，我们在世界上横行了几个世纪，我们一直是全世界的大灰狼。但是我们后来打了1战、2战，在经历了凡尔登绞肉机，在经历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炼狱之后，我们觉醒了，我们彻底的痛定思痛，我们深刻反省了强权的罪恶。于是呢，我们主动放弃了强权政治，我们进化到了依靠法律、规则和多边协商来治理的高级文明阶段，我们的灵魂升华到了下一个阶段。用作者卡根的话来说呢，欧洲人认为自己已经成功逃离了霍布斯丛林，永久地迁居到了康德式的天堂。
所谓的霍布斯丛林啊，是17世纪的哲学家霍布斯眼中看到的世界。他认为这个世界没有权威，国与国之间像野兽一样互不信任，生存全靠拳头和实力。而康德式的天堂呢，是18世纪的大哲学家康德的一个愿景他觉得最美好的状态就是国家之间用民主法律多边协商来取代武力，形成一个用理性来治理的永久和平的共同体。那么在欧洲人眼里呢，他们就是人类文明的灯塔了他们通过自身的道德升华，证明了人类可以走出那片黑暗的霍布斯丛林。如果全世界都跟我们欧洲人学习，那我们就可以终结历史，大家一起搬进康德的天堂就跟我们现在的欧洲一样听起来是不是特别了不起特别让人向往？但罗伯特·卡根说，你们欧洲人别装了，你们从大灰狼变成小白兔，根本就不是因为你们道德升华，纯粹就是因为你们的家底打光了这个时候正好有一个带枪的壮汉接管了你们的安保。卡根说，欧洲从大灰狼变成小白兔根本原因只有2个，第一就是他们能力不行了，第二是美国的介入。首先是能力不行了，二战把欧洲打得太惨了，惨到所有的欧洲列强，请注意是所有的，全都失去了维持全球霸权的能力。大英帝国的舰队解散了，法国的殖民地守不住了，德国更是被打成了一片废墟。这就好比一个原本横行乡里的恶霸突然被打断了双腿，这时候他开始跟你讲我们要以理服人，你觉得是因为他变善良了吗？不是，是因为他抡不动拳头了而已。但光有虚弱还不够，虚弱的国家未必和平，有的时候反而更加混乱。欧洲之所以能够从虚弱走向联合，建立起那个非常精致的欧洲花园，关键在于第二点，美国人没有走。这是世界历史上一个非常罕见的时刻。按照过去的历史惯例作为战胜国的美国在打完仗之后应该撤军回家就像一战之后他做的那样。但是这一次因为苏联这个庞然大物的存在，美国选择了留下。美国通过北约在欧洲大陆保障了庞大的驻军，并且撑起了一把巨大的核保护伞。这把伞的作用通常我们只看到了一面，就是防御苏联。这当然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美军的坦克顶在了德国的伏尔达缺口，这个苏联的钢铁洪流能够轻易突破的战略关口，那西欧可能早就被苏联给推平了。但是卡根非常敏锐地指出，这把保护伞还有另外一个更加关键，但是欧洲人往往讳莫如深的作用，那就是压制德国，或者更加准确地说，是解决了欧洲内部的信任死结。这才是欧盟能够诞生的真正秘密。大家试想一下，1945年二战刚刚结束的欧洲，法国人最怕的是什么？表面上是怕苏联，但是骨子里法国人怕得要死的其实是德国。跟德国那可是世仇普法战争、一战、二战，德国人3次打进巴黎。在法国人眼里，德国就是那个永远无法驯服的怪兽。如果按照欧洲传统的那个霍布斯逻辑呢，那么战后的剧本应该是这样的：法国为了防止德国复兴，他就必须拼命扩军，甚至试图肢解德国。而德国为了自保呢，他一旦恢复了元气，也必须拼命扩军。这就是非常典型的所谓的安全困境，是博弈论上的一个死循环那最后的结果就只能是第4次德法战争。但是这回不一样，因为美国来了。美国这个超级警长站在法德之间，拍着胸脯说，你俩都别动法国你别怕，德国我帮你看着，德国呢你也别慌，苏联我帮你挡着。这一招就直接破解了欧洲几百年无解的这个安全困境。这是因为美国实际上垄断了欧洲的暴力使用权，法国和德国才会相互拥抱，才会放心的联合起来去搞那个煤钢联营。那这个组织后来就一步一步的走向了欧盟。你可以说是美国把欧洲各国从相互防备的这种囚徒困境里给解放了出来。德国前外长费舍尔后来在一个演讲里其实承认过这一点他说欧盟的诞生有2个前提，一是法德和解，二是美国的驻军。但是卡根对他纠正说，如果没有那个第2点美国的驻军，那其实第1点法德和解根本就不可能发生。所以呢，卡根用了一个很刻薄但是也非常精准的词来定义美欧关系，那就是寄生。欧洲的这个后现代天堂本质上是一个建立在美国的现代权力基础上的寄生系统。书名的这个天堂与权力就是这么来的。
天堂其实寄生在权力之上。而且呢，这不仅仅是安全上的寄生，这更是一种经济上的寄生。既然国防安全已经被美国人给包圆了，欧洲各国就发现这简直是天降横财啊！原来需要用来造航母、养军队、搞研发的那些巨额预算，现在都可以省下来了。那这笔钱去了哪里呢？全部都投入到了社会福利体系里。欧洲的全民医保、免费大学、超长的带薪假期、丰厚的失业救济。卡根说，欧洲那个让人羡慕的福利社会模式，其实每一块砖瓦的下面都垫着美国人支付的防务支票。甚至有美国的学者做过测算，如果欧洲国家需要像美国那样维持全球投送能力，或者哪怕就是仅仅独立承担面对苏联的防御，那他们的税收结构和社会福利就必须彻底重写。那个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神话可能就会瞬间崩塌。这是一种非常舒服的搭便车。欧洲人不仅搭了车，而且在车上坐久了，还开始产生了一种错觉。他们开始觉得我们欧洲这辆车之所以跑得这么稳啊，不是因为前面有一个司机在费力的把方向盘给把好，把油门给踩好，而是因为这个车厢里的乘客，也就是我们欧洲人自己，素质特别高，坐姿特别端正。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种非常荒诞的景象，那就是作为寄生者的欧洲开始从道德高地上俯视作为宿主的美国。他们开始指责美国，你怎么还在搞强权政治啊？你怎么还在增加军费啊？你怎么还没进化到我们这种后现代的文明高度呢？而且欧洲人为了确立自己这种文明灯塔的新身份，他们就必须否认自己对美国武力的依赖。这种否认呢，就很像是孩子长到青春期了，明明还花着老爸的钱，却必须通过鄙视老爸的庸俗来证明他自己的独立。这种微妙的心理，我相信你应该能够体会啊。就是我越是依赖你，为了掩盖我这种心虚，我就越是要否定你。而除了这种微妙的心理之外啊，今天的欧洲人之所以那么爱讲理，背后还有一个更加底层的心理动机，那就是实力心理学。这可能是《天堂与权力》这本书里最精彩也是最具有洞察力的内容之一啊。卡根说在国际政治里，决定你是讲道理还是讲武力的，其实只有一个因素，那就是你手里的家伙硬不硬。如果你手里的家伙不够硬，那么你的道德水平就会自动变得特别高尚。就是这么简单粗暴直接。为了说明这个道理啊，卡根在书里讲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寓言。他说假设你在森林里散步，突然呢，前面的树丛里钻出了一头熊。这头熊看起来有点凶但是没有扑过来。这个时候你的反应取决于什么呢？就取决于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情况 A， 你手里只有一把水果刀，那你会怎么想呢？那你就会本能的告诉自己，哎呀，这头熊看起来也许没有那么坏嘛，它可能只是路过，我是不是可以保持安静，或者丢给它一点吃的，或者我们可以制定一个森林互不侵犯条约啊？请问你这么想是因为你天生善良吗？是因为你热爱动物吗？是因为你比别人更有修养吗？其实都不是，纯粹就是因为你弱，因为你打不过它。你知道一旦冲突爆发，你手里的水果刀根本就没有用，你会被熊撕碎的。所以呢，你必须相信谈判有用，你必须欺骗自己说熊是可以被感化的，你必须把冲突的门槛给抬高，高到你不用去拼命的程度。这就是心理学里著名的认知失调原理。当你发现无力改变现状，你就会自动编出一套理由来合理化自己的软弱。而下面呢是情况 B， 你手里拿的是一把带激光瞄准镜的高精度猎枪。这一下你的心态马上就变了，你会想，这头熊绝对是一个威胁啊，它现在不动手不代表等会儿不会动手，与其等它扑过来，不如我现在就一枪崩了它，永绝后患。这么想也不是因为你天生残暴，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天生的嗜杀的狂人，而是因为你强。因为你有能力低成本的解决问题，你就不需要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熊的善意上，你的容忍度自然就比那个拿水果刀的人要低得多。这个熊与猎人的故事啊，就是美欧分歧的心理学素描。今天的欧洲人就是那个手里只有水果刀的人。二战把他们的家底给打光了，后来的福利社会又把他们的军费给挤没了。所以当他们面对伊拉克、面对伊朗、面对俄罗斯、面对恐怖主义这些国际丛林里的熊的时候，他们的本能反应就是淡化威胁。
在本世纪初伊拉克战争的前夕，欧洲人是怎么说的？他们说，哎呀，萨达姆其实也没有那么危险嘛，虽然他有点坏，但是我们可以用贸易来感化他，用国际法来约束他，我们要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欧洲人之所以会这么说，不是因为他们真的相信萨达姆是好人，而是因为如果承认萨达姆是必须消灭的邪恶，那接下来的逻辑就是必须动武。而动用武力恰恰是欧洲人做不到的，他们没有能力打，他们也不想花钱去买猎枪。所以呢，为了掩饰这种尴尬的无能，欧洲人就必须进行一场心理上的自我催眠。他们把无奈之下的谈判升华成了高尚的多边主义，他们把不敢动手的怯懦美化成了文明人的克制与宽容，他们把对动用武力的无力感包装成了对动用武力的道德厌恶。这就是前面说的认知失调。当你做不到某件事情的时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宣称那件事情是不道德的。那反观美国人呢？美国人就是那个手握猎枪的猎人，他们有隐形轰炸机，有航母，有各种高精度的炸弹。那美国人看世界的眼光当然就是完全不同的。有一句西方非常著名的谚语说，当你手里拿着锤子，你看什么都像是钉子。而卡根在这本书里给这句谚语补了一个绝妙的下半句，他说，但是如果你手里没有锤子的话，那你就不希望看到任何钉子，甚至于你会试图说服那个拿着锤子的人，用锤子到处敲来敲去是不文明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总爱把问题上升到正邪对立的高度，而欧洲人呢，总爱把问题降格到可以通过管理来解决的麻烦。屁股决定脑袋，实力决定态度。而这样的一种心理机制上的差异呢，最终就导致了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这个世界上谁最迷信规则，谁最讨厌单边主义？答案永远是弱者。大家想一想格列佛游记，小人国的人面对格列佛这个巨人的时候，他们能哪怕有1秒钟是靠武力来取胜的吗？完全不可能。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趁格列佛睡觉的时候，用成千上万根细细的绳子把他给捆住。对于欧洲这个小人国来说呢，美国就是那个巨人格列佛。欧洲人心里很清楚啊，如果要拼拳头，自己是永远不是美国的对手的，所以他们就必须拼命编织一张名为国际法、国际公约、多边程序的大网。这张大网啊，名义上是用来约束萨达姆、伊朗或者朝鲜这样的流氓国家的，但实际上呢，在欧洲的潜意识里，这其实是用来约束美国这个巨人的。欧洲通过强调程序正义，就把有没有能力打赢这个问题偷换成了打赢是不是符合程序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样一来呢，他们就可以站在道德高地上，俯视着那个手里拿着枪、满身肌肉的美国牛仔，说：“哎，你看你太粗鲁了，太不讲究了，你怎么能不经过安理会授权就动手了呢？”卡根说，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微妙的，甚至有点可悲的弱者的伪善。欧洲人把自己的软弱包装成了美德，他们因为没有能力去打仗，所以就宣称自己不想打仗。他们因为没有能力去解决流氓国家，所以就宣称流氓国家是可以被感化的。他们因为没有能力在世界上推行硬实力，所以就宣称软实力才是未来的方向。这样一来呢，美国人眼里的欧洲人啊，就很像是一个只会喋喋不休的唐僧。当孙悟空举起金箍棒要打白骨精的时候，唐僧还在旁边念紧箍咒，说：“悟空啊，要讲程序，要以德服人，要等安理会开完会。”美国人会反问说：“等你们开完会，我都已经被白骨精给吃掉了。”而欧美这种心理上的错位呢，在和平时期啊，顶多是相互看不顺眼，但是当危机真的来临，当那头熊真的扑过来的时候，拿刀的人和拿枪的人就注定会分道扬镳。那我们下面就来看一看后冷战时代的那几场战争，科索沃战争、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是怎么样彻底引爆美欧之间的信任危机的。如果说在这几场战争之前，欧美之间还是床头吵架床尾和的夫妻，那么经过这几场战争之后啊，他们就变成了同床异梦的陌路人了。在卡根看来啊，欧美大决裂的起点是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科索沃战争对于欧洲人来说是一场巨大的心理创伤。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情就发生在欧洲的家门口，是欧洲人自己的后院着火了。看着塞尔维亚人搞种族清洗，欧洲人从道义上觉得必须要管，从安全上觉得不得不管。但是当他们真想管的时候啊，尴尬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发现自己根本就管不了。
欧洲各国的军队虽然加起来人数不少，但是因为长期缺乏高科技的投入，缺乏远程投送的能力，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打赢一场现代化的局部战争。结果就是欧洲人不得不又一次厚着脸皮去求美国人，大哥还是得麻烦你来炸一炸。那场战争虽然名义上是北约联军的集体行动，但实际上是一场美国的独角戏。美国承担了绝大部分的轰炸任务，提供了几乎所有的情报支持和精确制导武器。有些欧洲大国，比如像英国，他们拼尽全力也只贡献了 4% 的投弹量。这件事给欧洲人留下了非常复杂的心理阴影。一方面呢是羞耻感，一个拥有4亿人口、经济总量和美国相当的庞大的联盟，竟然连自己家门口的一个小独裁者都搞不定，还得是要靠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来救场，这实在是太丢人了。而另外一面呢，他们留下的更深层的心理阴影是对美国的恐惧。欧洲人惊恐地发现，美国人的军事技术已经进化到了外星人的级别。美国人可以从1万米高空精确打击目标，甚至都不需要派地面部队。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美国人如果想打谁，根本就不需要欧洲的帮助。欧洲作为盟友的价值实际上已经归零了。而美国人这边呢，他们的感觉是不耐烦。美国人想的是，这目标有威胁，我们炸了就完了呗。但是欧洲人却说不行，我们要开会讨论一下，这符不符合国际法，会不会误伤平民，有没有经过安理会授权。在美国人看来，这简直就是一群只会扯后腿的猪队友。科索沃战争的美军指挥官卫斯理·克拉克将军当时就被欧洲盟友搞得焦头烂额，在很多场合都抱怨过这些欧洲盟友一直在帮倒忙。美国人感觉自己在这场战争里完全当了一个冤大头，我们美国出钱出力出人命帮你们打仗，你们却拿着法律条文在后面卡我脖子，你们是什么意思吗？今天有很多批评家觉得欧美关系急转直下，完全就是川普、万斯这帮乡巴佬突然之间抽风瞎胡闹。他们觉得只要到时候民主党一上来，欧美之间的关系自然就修复了。但是卡根在书里就非常明确地强调，欧美决裂的关键一步就是这场科索沃战争，而那时是克林顿的民主党政府在执政。美欧走向分裂根本就不是美国哪个党派的问题。美国人这种当了冤大头的情绪在科索沃的时候还只是暗流涌动，但到了911事件之后就彻底爆发了。911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心理转折点。在他之前呢，美国人当世界警察虽然也是有怨气，但更多的时候还是尽可能照顾西方阵营的面子。但是911让美国人意识到，这不是面子问题，这是命的问题啊！墙外的野兽这回是真的冲进来了，咬死了3000个美国人。这时候美国人的猎枪就必须时刻上膛了。我不一定等得及联合国开会了，我也不一定顾得上盟友的感受了。于是呢，在随后的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美国人的逻辑就变得非常的简单粗暴。我觉得这有威胁，我有能力消除它，那我就去干。你们愿意跟就跟，不愿意跟就滚蛋。这就是所谓的单边主义。但这一下呢，就彻底触碰了欧洲人的底线。卡根在书里说，大家一定要注意法国、德国这些欧洲国家当年之所以拼了老命反对伊拉克战争，绝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觉得萨达姆不该打，或者他们真的那么在乎伊拉克人民的死活。如果是为了人道主义，当年的科索沃他们不也支持打了吗？那时候他们怎么不谈联合国授权了？这2场战争前后就差几年而已，有这么双标的吗？所以欧洲人真正恐惧的其实是他们发现美国这头巨兽彻底挣脱了绳索。以前美国虽然强，但还是愿意听听欧洲的意见，还是愿意在北约的框架内行事。但是现在的美国摆出了一副老子天下第一，谁也管不着的架势。在欧洲人看来，如果今天美国可以绕过联合国去打伊拉克，那明天他想打谁就打谁。那我们欧洲辛辛苦苦建立的这套规则体系，我们用来束缚强者的那些细绳子，不就统统变成废纸了吗？当时法国的外长德维斯潘在联合国发表了一场非常著名的反战演说，满嘴讲的都是和平、法律、多边主义。但是卡根一针见血，他说这不是什么反战爱和平，这其实是欧洲人的一场夺权运动。他们嘴上说的是合法性，心里想的是控制权。他们想告诉美国，力量本身不是正义，只有经过我们签字的力量才是合法的。这就是欧洲人手里的最后一张牌。虽然我没有枪，但是我有定义什么是合法的话语权。
欧洲人是想用这张牌逼迫那个不可一世的美国警长重新坐回到谈判桌前来。而面对欧洲人的这种要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努力，美国人的反应是什么呢？是彻底的愤怒和鄙视。在美国人看来，这简直就是不可理喻的忘恩负义。半个世纪以来，是我在花钱保护你们，是我在对抗苏联，是我在解决波黑危机，是我在帮助你们维持中东的石油供应。现在我有难了，恐怖分子都打到我家门口了，你们这帮住在花园里的人不帮忙也就算了，居然还在背后捅刀子。你们这是在拿我的生命安全去祭奠你们那个虚幻的道德牌坊。这就是萦绕在卡根这本书里的一股力透纸背的怨念。我守天门，你想天堂，现在你不仅不给守门费，还嫌我守门的姿势不够优雅，我去你了。到了这一步呢，双方的对话就已经彻底变成了鸡同鸭讲。这已经不是什么关于怎么样处理一个流氓国家或者一个独裁者的这种具体的政策分歧了，这是两个世界的碰撞。他们一个生活在康德式的天堂里，一个生活在霍布斯式的丛林里。当这两个世界发生碰撞的时候，决裂就不是偶然的误会，而是必然的宿命。我读到书里这一段的时候，就联想起为什么今天川普经常很看不起欧洲，却在很多场合表达出对中国的敬意。我猜有一种心理方面的原因，就是即便中国是他们的对手，甚至于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对手，但那也是一个同样身在丛林中，敢于跟美国拔枪互射的对手。这种心态有点像什么呢？就像那种西部片里，警长为了保护镇里的一个酒吧，在酒吧门前的那条大街上跟悍匪决斗。结果呢，酒吧老板不但不感恩，反而埋怨警长耽误了生意。结果到了最后，警长反而跟那个悍匪有了一丝惺惺相惜的感觉。这是一点联想啊。我们回到书里，卡根在书里最后预言欧洲和美国的这种裂痕大概率是没有办法愈合的。因为这不仅仅是一次吵架而已，这是一次文明的分叉。美国的实力决定了它注定是丛林里的那些野兽的头号目标，所以它也注定要留在历史的泥潭里，继续做那个一身泥泞被人诅咒的守夜人。他必须时刻警惕，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因为他知道丛林法则其实从来都没有消失。而欧洲已经越来越老，越来越不愿意在防务上花钱，也注定要留在后历史的花园里，继续做那个优雅但无力的贵族。他会越来越听不懂美国人嘴里的战争和征服，看不懂美国人依旧信仰的权利。卡根在全书的结尾留下了一个警告，他说欧洲人现在的所作所为，他们拼命削减军费，拼命用国际法来捆绑美国，这其实是在进行一场豪赌。他们赌什么呢？他们在赌这个世界真的已经变了，他们赌人类真的进入到了后历史时代，赌丛林里的那些野兽已经吃素了，赌那些用细绳子编织的国际法真的能够挡住恐怖分子和独裁者。他们甚至赌，相比于那些看得见的敌人，那个失去控制的美国利维坦才是更大的危险。那么这场赌局最可怕的结局是什么呢？是有一天欧洲人赌输了。也许是丛林里的野兽真的冲破了围墙，也许是那个守在墙头的美国警长终于受够了批评，他们扔下枪走了。既然你们觉得我是威胁，那你们自己玩吧。到那个时候，手里只有一把小水果刀，满脑子只有谈判法则的这些欧洲人，马上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根本就听不懂康德哲学的血腥世界里。如果那一天真的来临，那么欧洲那个精致的后现代花园，那个天堂，可能瞬间就会被历史的洪流冲刷得干干净净。我们回想一下过去几年来的国际局势，卡根的这个警告难道不是已经正在变成现实吗？住在天堂里的人如果亲手锯断了那根支撑着天堂的名为权力的柱子，那天堂还能存在多久呢？这是卡根留给我们的问题，也是今天每一个关心世界局势的人都必须思考的问题。好，那这本《天堂与权力》就为你解读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请你点赞、分享、订阅频道，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是魏之超，我们下本书再见。